跑了一天大海道，好累，出去吃饭都吃不动了。我点的外卖啊，点了个北京烤鸭。就现在出来旅行啊，拍视频确实，你就能拍到一些大家喜欢的哈，没有去过地方也挺不容易，挺累的。从北京直接飞过来，坐飞机也是将近5个小时，还挺累的。我这次回去都没有直飞的飞机，后来我到哈密这玩完之后也累了，是吧？从哈密回北京也没有直飞的，后来干脆我说坐火车回去得了，明天我坐火车回去，25个小时，我好久没有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了，买一张卧铺，反正到火车上我就准备休息，编视频，是吧？我就当休息了，因为我要坐飞机，实际上路上也什么都干不了，也折腾一天。这个我感觉还能秀宇体验一下，给大家拍拍从新疆坐着火车去北京，我拍半期这样的视频好不好？他这个线路我还看了看，真的不错。我突然有一种想法，我都想坐这个火车一站一站的玩。他那个从新疆回北京这趟线路，还真的每一站都是有挺好的景区设计。从乌鲁木齐第一站好像中间包括吐鲁番是吧？包括哈密，你下了火车玩一玩，就这个地方可能你不能买一张大票，比如玩2天再上车是吧？你可能分段买呗，分段买价格差不多，玩玩还挺好的。后面很多线路，但是我就直接回北京了。这个我发现这个火车呀，你这个下铺像我这个年纪永远抢不到，加钱都抢不到。我想做个下铺，爬不上去嘛，我老觉得。现在抢了中铺，我到那儿看看能不能问问哈有没有下铺，再加点钱。没有的话，中铺也爬一下吧。好像65岁的老人就特别容易买到下铺，是不是啊？有这个规定吧？65岁的可能他看到你那个证件的年龄的话，可能自动就给你匹配下铺了。所以下铺一般人像我们这种年龄和年轻人抢不到的，要么就是老年人，要么就旅行社给你包了。看看软卧，软卧有下铺也可以做一下。好，这视频就唠个嗑啊。我这次来新疆主要是看这个南疆的福阳林的啊，其实原计划没有去其他地方，本来想从库尔直接回北京，没有直飞的飞机。后来我想，干脆既然都转，那就干脆就到哈密这儿。哈密这有个大海盗嘛，我说没有拍过，也没有来过，实际上。然后一个人，我在网上订了个1日游。后来晚上司机给我打电话说，就我一个人，我就捡了个大便宜啊，600，因为这个季节很难哈，很难拼到人。他都是那种硬派越野车嘛，所以比较贵。所以一个人当然划算了，600块钱。我还跟司机说，我说我基本想拍视频，所以时间上可以尽量选好一点。他说那早点走，7点多我们就走。他对这块天气路线还特别熟，因为他在这边做了大概有，他2017年就做大海盗这个线路的开发，很熟。后来早上起来接我来，哎，又搭了一个小伙子，我们就2个人1辆车。还是他知道我是抖音博主哈，就特别开心，然后带着我，一定给你找好地方拍好了。今天我觉得拍的还挺好的，因为我其实我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里面住一晚，里面有住宿，然后他说也不是特别贵，他说500块钱一个房，但是我因为后面的行程已经要准备回北京了，就没有住。虽然没有住吧，但是我觉得去的地方也是开那个车，他开的可猛了。一般的这种一日游不会能像我这样今天跑那么多点儿，所以还挺感谢这个。说是司机也不算哈，人家就是在当地做这种旅行，这种户外旅行的。所以以后想来大海盗，或者正好你要在新疆玩哈，我觉得因为离乌鲁木齐也不远，
所以可以在哈密停一站。如果自己如果自驾，说实话，那有几个点儿，我觉得在里面会迷路，但因为它太熟了，我觉得自己自驾进去，一个是还有点风险，另外一个有一些景点自己肯定找不到，所以就像比如包他一个车呀，或者你就用一日游跟着他这个车，他确实很棒。我觉得今天我敢保证，今天凡是进景区里的，没有一个人有我们跑的点儿多。而且他判断说上午天好，下午刮大风，上午我们先把最好的几个景点拍了。果不其然1点多变天了。后来很多人进去之后都没法都进不去了，因为9级10级大风都不让进了。后来你就进去也拍不了嘛，风太大。后来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刮大风了，那没法飞无人机了。后面有一些景点，但是把所有的好景点基本都拍了，所以这一日游真的超值。就还有问这个胡杨林的，胡杨林我主要是在库尔德周边，库尔德我没有做那个太远的设计啊。其实南疆如果走一个大环线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胡杨林的景点，但我就以库尔德为中心，所以我拍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我拍了4个胡杨林，还不错。大概在今年其实胡杨林晚了一点。我觉得在11月10号基本就差不多快结束了，所以明天想来的话，可以10月底过来，然后设计一下线路，有的地方可能先黄后黄，然后还是自驾包车比较方便，没有什么公共交通，这几个地方几乎都没有公共交通，所以你只能包车啊，或者自驾搞好方位，做好导航。我是习惯在景区住一晚。你像我一般的，很多人都觉得说老刘拍视频拍得好，其实我觉得2个原因吧。第一个，我几乎都会早晚去拍，那这样的话，一般都会住在景区或者核心的地方。你看我在葫芦岛、库尔的这个葫芦岛和这个罗布人村，我都住在景区里面了。那当然肯定会贵一些，那景区还有提前订，是吧？你不一定到那能有房。那我还正好碰巧，就是基本上还都有房。贵就贵点呗，反正不用来回折腾。你确实很多人都觉得里面太贵，或者我那个葫芦岛，其实我觉得价格还可以。早一点订的话，你看那个蒙古包样的房子，其实早点订500多，那你临时抓房正好可能碰到的话，可能就要贵一点，是吧？你毕竟忘记那么多人想在里头住呢。我住那个属于床位房，200多，啊，当时有人就临时去住也有，因为他是单个人嘛，所以可能有一个床位200多，很划算吧。你不用折腾来折腾去，你要看个日出日落是吧？直接就上去下来了。然后包括罗布人村寨也是，我也住在景区里面的。那如果你看，我看在景区我拍的日出日落都很美啊。那你要不住里面的话，你很早就离开了，你也拍不到我那么棒的2个日落，日出也好看，那就几乎拍不到这样的景色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住景区里面有这个好处，就能拍到日出日落这种光线特别美的。还有就是说，我肯定比一般人走得远。你要同样的葫芦岛，别人可能就玩2、3个小时是没什么可玩的，那我走了2天多，我都没有走完，我感觉一天走2万步，说实话没有几个人能这么走的。罗布人村寨也是，我走了2个来回，大早上起来就我一个人去看日出，河边走很远没人的地方，日落也是看完才走，所以就辛苦点，但是能看到最好的风景，拍的片子也好。所以我这次住的民宿还不错啊。第一家那个民宿，我们去的有一些北京的大姐，你们知道，我还跟那个老板介绍我，哎，说特别棒拍的，给你宣传宣传啊，你别收人房费了。还真的，葫芦岛把那房费退给我了。然后第二个这个住在罗布人村也是，因为一说我说我拍视频，一看那么漂亮，说说你就拍多住1天吧，是吧？我就收你1天房费，你住2天、3天、4天，我就收你1天房费就行。当然里面没必要住那么长了，罗布人村住1晚就够了，罗布人村住1晚够了，因为基本那个季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天气变化。我有时候在景区会住2晚，比如怕下雨啊，怕比如有些地方山区日出啊不好看，有时候住2晚。